给我宰了他！一起上吧，我赶时间。大小姐，老爷让您立刻回家一趟。什么事？说是让您去跟裴家联姻。爸，非晕不可吗？闺女，咱家这几年好不容易转到地上，裴家喜欢温柔乖巧的，你千万别让人知道你18岁单挑过南港13堂。知道了，就是要我演，我演技还行，只要别让我演哭戏。那他们要是欺负我呢？忍到什么程度？不出人命就行。这个尺度我熟。不愧是正经豪门，连保镖都穿得像刚从商学院毕业，不像我们家那两位。你们两个，赶紧把墨镜摘了。大小姐，将不威风。今天不走威风路线。明白，走暗杀路线呗。哎呦我去！明小姐瞧着真是温婉，连随从都感动哭了。对，他们感情很丰富，很好，第一印象稳住了。夫人在里面等您，请跟我来。明小姐既然进了裴家的门，以后有些规矩要学。裴家不是外头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凡事讲体面。我懂，懂就好。听说你从前身体不好，我爸替我编的履历里，我自幼体弱多病，走3步喘5步，风大一点都能吹进医院。是，身体一直不太好。这就是未婚夫裴度那个小青梅，长得挺好看，笑得不怎么好看。明小姐这么娇弱，以后可要好好养着。只是裴家事务多，阿杜又忙，怕是没那么多时间哄你。豪门娇妻生存手册第3条说，遇到挑衅要垂眼，要委屈，要让男人心疼。虽然男人不在，但不影响我提前练习。明小姐一路辛苦，先喝杯茶润润喉吧。吸入记忆。好烫！你不是身体不好？是不好，主要是脾胃不好。我们大小姐一顿整治3年的根基。明小姐，你为什么退？来了，这题我豪门娇妻生存手册第7条，被人污蔑时不要解释，眼眶泛红，欲言又止。这委屈是个啥表情？咱真不会啊！你确定要这么说？我得收着点，把人吓坏了，我人设岂不是全崩了？裴总好。
这就是我的联姻对象，长得还行，比我爸年轻时候帅。阿杜，你的未婚妻好像不喜欢我。见着裴度，要柔弱，要无害，要像一种经不起风雨的小白花。哎呀，按照剧情，这时候裴度要来扶我。裴先生，我有点头晕。看出来了，你晕的挺有力。这个剧本和我拿到的。管家，带明小姐去楼上休息，她头晕。明小姐，请。裴度不仅没有讨厌这个未婚妻，还把人留下了，那我的计划岂不是失败了？不愧是豪门，衣帽间大的能在里面开小型追悼会，不错。明小姐，您的2位随从的房间安排在侧楼，我让人带他们过去。大小姐，要不我们还是留下吧，万一有人半夜行刺你呢？这里是裴家，不会有人半夜行刺。那他们豪门晚上都干什么？背地里下毒？你们2个给我赶紧走！他们开玩笑的，我们家的人都很幽默。看得出来。装柔弱比打打杀杀累多了。闺女，裴家那边怎么样？还行。还行是什么意思？你没动手吧？严格来说，没有。什么叫严格来说？我俘猎了一张桌子。什么？人呢？人没猎。那就好，桌子可以赔，人不能赔。我爸的底线永远这么感人。爸，不说了，我先挂了。来了来了。他来干什么？找我算账？听说你身体不好，居然不是来找茬的，看来我的人设还能再讲究一些。谢谢裴先生，刚才给你添麻烦了。怎么了？你平时都这么说话？不好，暴露了。不像吗？不太像。桌子的事你不用放在心上，别，我会处理。你不问问刚才发生了什么？地上有茶水痕迹，茶盏在你手里，2只跌倒的方向不正，他不是你摘的。这个男人眼睛还挺毒。不过，我听母亲说，你接茶盏的动作很快。以前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手抖，练出来的。练接茶盏。小时候药太苦，我不想喝，药碗经常掉，我娘就让我练接碗。可是明伯父资料里写，你母亲在你3岁时就去世了。那可能是我记错了，身体不好的人记性也不好。米友，裴家没你想的那么可怕，你不用在我面前装。不是裴家可怕，是……是什么？是我爸可怕。要是柔弱人设被拆穿，我爸非扒了我的皮不可。我刚嫁过来，人生地不熟的，不能第1天就出卖我爹。我没有装。那你好好休息，晚饭我让人送上来。不用，我可以下去吃。我身体不好，但胃口还可以。看出来了。他看出来什么了？看出来我能吃，还是看出来我装的？早上只吃了3个包子2碗粥，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再这样下去，我可能真的要娇弱了。吃吧。不用，我吃饱了。
你确定？明小姐这是完了，她身体不好，不能饿太久。这人虽然嘴毒，但心好像不坏。吃吧。明小姐不是身体不好吗？怎么吃的这么……能吃是福。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很像在给一头年猪撑腰。阿杜，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担心明小姐刚来裴家不习惯，吃太多伤身。梁小姐说的对，这一次我一定按手册来。我从小身体不好，确实不能吃太多，所以刚才那半盘是我的药量。什么？医生说我低血糖，必须靠虾续命。荒唐！明小姐，裴家不是让你胡闹的地方。对不起，手册上说道歉一定要快，要显得柔顺。明天上午我会让礼仪老师过来。既然你要嫁进裴家，该学的规矩就要学。好。邵老师，我们少奶奶的礼仪就麻烦您教导了。明小姐，听说你规矩不太好。是，请老师多指教。态度还不错。那我们先从站姿开始。豪门太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能像外头那些没教养的人一样。肩打开，背挺直，下巴收一点。对，手放在小腹前。明小姐，你别站得这么稳，站姿不就是要稳吗？是优雅，不是站岗。哦，我明白了，你太有攻击性了。我没有动啊，不是动的问题，是你的气场不对。你要想象自己是一只柳，一阵风吹来会轻轻晃。柳，行吧。老师，我是不是太用力了？明小姐，您先坐。我们换个项目，练倒茶。茶壶要稳，水线要细，手腕不能太僵。对，就是这样，慢慢倒。明小姐，你真的身体不好？哪儿不好？人设不太好。明小姐，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先走了。老师慢走，下次再来啊。明妖，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学规矩，学的把裴家拆了。完了完了，这次真的要完了。受伤了吗？裴度，他把家里弄成这样，你还问他受没受伤？东西可以换，人不能。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我爸也这么说的，只不过我爸后面通常会加一句：尸体处理起来麻烦。你就惯着他吧，他今天敢拆茶壶，明天就敢拆房子。不会，房子太大了，拆起来费劲。你这是存心要气死我！他是不是更讨厌我了？本来就不喜欢，影响不大。谢谢，有被安慰到。下午陪我去趟公司。公司？
咱俩的婚约已经定下了，你作为未来裴太太，迟早要在集团露面。我爸让我来联谊喜来，不是让我来裴氏集团开展新业务。万一裴家人发现我看合同比看菜单还顺手，那我的娇弱人设就彻底完了。我身体不太舒服，要不……良知今天也在，那朵白莲花也在。我要是不去公司露面，他岂不是更得意了？去。你不是身体不好？低血糖，见不得白莲花蹦跶。这就是明家那个大小姐，看着好乖啊。是啊，脸好小，穿白裙子好素。听说她身体不好，裴总亲自带来的。看来只要不动手，我还是很有欺骗性。阿杜，你怎么把明小姐带来了？公司会议挺枯燥的，她身体弱，怕是听不了太久。她是我的未婚妻，来熟悉公司理所当然。可今天谈的是西港项目，资料复杂，明小姐恐怕听不懂。很好，机会来了，我只要顺势说我确实不懂，就能稳稳保住花瓶形象。哟，这就是明小姐了。明家这几年生意做得不错，不过裴氏的项目不比你们那些江湖买卖，专业性强，小姑娘还是少掺和。不过明小姐长得漂亮，坐在旁边听听也行，毕竟女人嘛，懂不懂不重要，能哄男人高兴就行。没事。开始吧。裴总，我认为这个方案是目前最稳妥的。只要签了东南那家航运公司，成本至少能降7个点。降不了。明小姐，你不是一直在睡觉吗？听懂了吗？东南那家航运公司上个月刚被查，3条线停了2条，剩下1条走的是临时许可。你们现在签，一旦政策变动，西港首批货压港，违约金比省下来的成本多3倍。你怎么知道？新闻上看的。当然不是，这家公司半年前想走我们明家的钱，被我爸嫌麻烦拒了。我当时顺手查过点。明小姐，商业会议不是随便说几句就。还有这个仓储报价也有问题。同一家仓库 A 区和 C 区价格差了26%，你们合同里写 C 区，附件里却按 A 区计费，要么对方财务做错了，要么有人吃回扣。最后，这条陆运线不能。明小姐，你知道这条线是谁介绍的？你知道你还敢胡说？就是知道才说的。我的意思是，这条线太辛苦司机了，不太人道。裴总，你这个未婚妻是什么意思？我又没忍住，现在补救还来得及吗？裴总，明小姐说的没错，附件价格确实有问题。查。裴总，这里面可能有误会。误会挺大的。裴先生，他凶我。万朵，你吓到他。明瑶，你到底想干什么？嫁人啊？你少装！你故意在会议上出风头，不就是想让阿杜高看你吗？其实我主要是怕他亏钱，毕竟他的钱以后也是我的钱。明瑶，你以为你赢了吗？阿杜不过是觉得你新鲜，你这样的女人根本配不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明家以前是干什么。你们一家子脏得很，裴家娶你不过是看中你家的那点资源，等资源到手，你迟早被扫地出门。怎么不装了？梁小姐，你家里做珠宝生意对吧？你想说什么？你爸最近在南港压了一批原石，那批石头来路不太干净，
你们想借裴家的西港项目洗出去，所以你今天才拼命帮万董说话。你胡说！我现在是在装娇弱，不是在装瞎。完了，被他全听到了。阿杜，你别听他乱说，他污蔑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你还知道什么？咦，他在意的不是我在装，而是我掌握了多少情报。那个，知道太多会掉头发。我身体不好，不能掉。阿杜，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西港项目的事，我会查清楚。如果梁家真的在里面做手脚，我绝不姑息。阿杜，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连我都不信。妈，集团内审结果出来了，您看一下。好啊，一个吃回扣，一个想借裴家的项目洗脏货，裴家的名声，裴家的根基，差点就被他们毁了。裴度，这件事你全权处理，梁家该怎么查就怎么查，不必顾念我的情面。我知道。你妈好像很伤心。被信任的人欺骗，当然伤心。你不会这样对我吧？怎么会呢，裴先生？我身体不好，没力气骗人。那就好。坐过来一点，帮我看看这些合同。裴先生，我身体不好，看不了太多次。没关系，我念给你听。我脑子也不好。可你在开会的时候一下就发现了3处漏洞。裴先生，我真的只是运气好。你运气好到能看出法务部3天没找出来的问题。我爸让我来装娇弱，不是来当免费顾问的。闺女，今天怎么样？没露馅吧？没露馅。你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出什么事儿了？爸，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急。你说。裴度好像发现我不是纯粹的花瓶了。具体点儿。这事儿得从他带我去公司说起。闺女，你是不是忘了我们这次的目标？洗白。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帮裴家反腐？你怎么能这么积极？裴家自己没员工吗？我忍了，但他们当着我的面亏钱。亏的又不是你的钱。以后可能是。闺女，你是不是对裴度有意思？啊？没有。你从小看见别人钱掉地上都懒得捡，现在帮人家查合同，还说以后可能是你的钱。你不是对人家有意思，你是对钱有意思。这叫职业病。你以前的职业是打人。总之，你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暴露身份。你现在是名家娇弱大小姐，不是南港小阎王。知道了。重复一遍。我是娇弱大小姐，不是小阎王。行，睡吧。我对裴度有意思？开什么玩笑？他那么毒舌，还总拆我台。受伤了吗？不对，我在想什么？睡觉，睡觉。
今晚有个慈善晚宴，你跟我一起出席。晚宴，穿着礼服，踩着高跟鞋，跟一群人假笑应酬，想想就浑身不自在。不去。我身体不好，去不了那种场合。不能不去。上次你在公司会议上出尽了风头，你知不知道外面现在怎么传的？说裴家娶了个狠角色，裴家几代人积攒的体面被你丢尽了。这次裴家主办慈善晚宴，来的都是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必须出席，把你的形象扭转过来。扭成什么样？温婉、贤淑、端庄、无害。这4个词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妈，要不是明优发现问题，现在公司损失的恐怕不止几个亿。他帮了裴家，不是丢了裴家的脸。我知道他帮了公司，可他那天那气势，哪个豪门儿媳会这样？这次晚宴，你就安安静静的站在裴度身边，少说话，多微笑，让那些人看看裴家的儿媳不是他们嘴里的狠角色，是个温柔得体的大家闺秀。是，我知道了。礼服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在楼上衣帽间，吃完早餐去试试。好。怎么这么久？明优，好了吗？来啦，来啦！不好看。好看，就是像被绑架了。我就知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搭上。走吧，裴太太。不能走太快，不能吃太多，不能盯着别人腰间看有没有藏刀，真累。蒋策，良知什么时候跟他勾搭在一起了？南总，郑总，没想到您也在，真巧。蒋策靠地下放贷起家，近几年拼命往正经圈子里钻。当年他在南港专骗女孩上赌船，把主意还打到过我头上。后来我带人掀了他的车，他跪在码头上给我爸哭过。Game over。按理说，他现在看见我应该绕路走，估计是没认出我吧。毕竟那时候的我跟现在判若两人。裴总，听说您订婚了，恭喜啊！未婚妻很漂亮。蒋总客气。裴总护得真紧，未婚妻这样娇滴滴的，确实该护着。蒋总有所不知，明小姐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人，她会看合同，会查账，还很会让男人替她出头呢。哦，这么厉害？厉害的很。她为什么就是学不会闭嘴？我记得裴家并没有邀请梁小姐，你是怎么进来的？裴总，良知是我女朋友，我带她进来不过分吧？请便。裴家就是这么翻脸无情的。我以前帮了他们那么多。放心，我答应过你的，一定替你出了这口恶气。蒋哥，还是你对我好。裴度、明耀，我要把你们加注在我身上的痛苦千百倍的还回来。各位来宾，感谢大家今晚的光临。下面慈善拍卖正式开始。
怎么回事？停电了！裴总，电闸坏了。用不用等？我去监控室看看。别去，灯灭前，蒋侧的人都往右侧通道退了，他们不是冲监控室去的，是冲你来的。这个声音是刀。闪开！大小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身份。这应该算万不得已了吧？吓死我了，裴先生，我刚才是真的太害怕了，你说是吗？是，不过他看起来更害怕。你们是明瑶的人？蒋总，好久不见。你们在这儿？那明瑶？喏，你后面呢？你是明幽？蒋总，记性不错。你们认识？明小姐，我不知道是您，我要是知道，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动裴总啊。所以给你9个胆子就敢？不敢，不敢，一个都不敢。明妖，明妖，你到底是什么人？明妖，你到底是什么人？该死，这我要怎么说？说我是你眼里那个身体不好、温柔乖巧、需要礼仪老师教站姿的儿媳妇？好像没有一点说服力。母亲，她是我的未婚妻。裴度，今晚如果不是她，我已经受伤了。是谁在闹事？这个人派杀手，意图行刺我们家小姐的未婚夫，他刚刚已经亲口承认了。是吗？敢撒谎一个字，小心我弄死你！是我。带走。他身边这女的是帮凶，你们把他一块抓了。不，我不是，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什么没关系？蒋策可是亲口跟我们说你是他女朋友，梁小姐，你忘了？明瑶，你梁小姐是吧？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天啊，真的是他吗？是他吗？完了，彻底完了！这场晚宴之后，全城都知道裴家的儿媳妇不是娇弱小白花了。南港小阎王，谁跟你说的？裴总，今晚多谢您护着我们大小姐。我们大小姐虽然是南港小阎王，但心地特别善良，从小到大只打坏人，没打过好人。我就知道家贼难防，只打坏人，偶尔也误伤我爸。所以你一直在装。也不是一直。什么时候没装？吃饭的时候。哼，你笑什么？我只是觉得裴家这些年小心谨慎，最后娶回来一个最不能惹。我很努力在装了。看出来了。你这语气不像在夸我。为什么要装？我爸想洗白，裴家想借明家的资源，明家想借裴家的体面。这场联姻本来就是交易，交易嘛，总要包装一下。我爸觉得，如果我像以前那样，裴家会反悔。那你呢？什么？你想嫁吗？一开始
我当然不想。我从小在南港长大，见惯了刀光血雨，也见惯了利益交换。联姻在我眼里和签合同没区别，合同至少能提前看条款，但婚姻不能。但裴度和我想的不一样，他会给我递温水，会在良知污蔑我时看证据，不看眼泪。地上有茶水痕迹，茶盏在你手里，良知跌倒的方向不对，它不是你推的。会在裴夫人责难我时问我有没有受伤。喝干了吗？他甚至没有在知道我的身份后嫌弃我。裴度，母亲，她是我的未婚妻。现在不讨厌，不讨厌，就只有这个。女人还不错，钱也不少。谢谢你这么全面的肯定。不用客气。完了，我好像真的不讨厌他，不仅不讨厌，甚至还觉得他笑起来挺好看的。他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哦，你有眼屎，想给你清理来着。好了，你到底在说什么？是疯了吗？哦，谢谢，我要回去睡觉了，晚安，晚安。阿姨，早上好。早。早。少夫人，您的早餐。谢谢。对了，管家，礼仪老师什么时候过来？我今天准备好了，保证不会再碰坏任何东西。少夫人，邵老师不会过来了。为什么？以后你不用再学礼仪了。还有这种好事？管家，把家里那些瓷瓶、摆件什么的都收起来吧，省得少夫人伤了手。他关心我，他终于接受我了。他是怕你。你不懂，接受的形式可以有很多种。好，我知道了，继续查。怎么了？公司出问题了吗？蒋策的事牵出了不少人。裴氏内部有人勾结外部势力，想借西港项目吞钱。财务部的副总监、采购部的经理，还有万斗上面还有人。谁？还在查。你们豪门的水真深。我们家以前虽然打打杀杀，但至少谁想捅你，你会提前知道。这笑面虎背后捅刀，防不胜防。放心，我会处理。我没不放心，你处理不了的话，我帮你处理。不用，暂时还不需要你把人打进蛋糕里。以后那事儿能不能翻篇了？看到新闻了？梁家这次怕是翻不了身了。自作孽。良知呢？他也被抓了？还没有，他把责任都推给了他父亲和蒋策，说自己只是被利用。被利用，他倒是会找借口。
良知真的能脱身吗？暂时，他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他爸，合同是他爸签的，原石是他爸进的，他只是被叫去帮忙招待宾客，对项目内情一无所知。一无所知？他在会议上帮万董说话的时候，可是卖力得很。证据不足，目前能证明他知情，很难证明他参与。所以你打算放过他？不打算，但要有证据。明瑶，这里是裴家，不是南港，做事要讲规矩。他说的对，我现在是裴家少奶奶，不能像以前一样看谁不顺眼就打上门去，要讲证据，讲程序，讲体面。行吧，但你查快点，我怕他憋着什么坏。你在关心我？我在关心裴家的钱，毕竟以后是我的。明优，晚安。晚安。心跳怎么这么快？一定是装胶肉装太久，生病了。装胶肉装了1个多月，肌肉都快没了，再不练练，下次遇到刺客别真成胶弱了。还是这样的大小姐亲切，之前那个低眉顺眼、捏着嗓子说话的大小姐，简直让我陌生。可不是嘛！上次她喊好烫的时候，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你说大小姐还能装多久？我赌1个月。上回晚宴那事儿，全城都知道了，我觉得她装不下去了。我赌2个月。大小姐倔起来，10头牛都拉不回。赌什么？输的人请1个月的夜宵，成交。糟了，被发现了！大小姐，要不要灭口？灭个头！王姐，有什么事吗？少夫人，夫人办了家宴，说要给您压惊。压惊？给我？好的，我知道了，谢谢王姐。装胶弱这件事，真的是越来越难了。来啦，坐吧。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但母亲肯亲自下厨，说明她正在接受你。我就说嘛，怕我和接受我不冲突。明瑶，上次晚宴你救了裴度，这顿饭是为了感谢你的。小事一桩，阿姨您太客气了。锻炼了一上午，早就饿了，这桌子菜简直是及时雨。阿姨可以开饭了吗？吃吧，这些菜都是专程为你做的。可喜可贺，她成长。换做以前，早就说明小姐裴家不养饭桶。要不要再加一碗？要。给少奶奶再添一碗。夫人，梁小姐来了。她还有脸来？这次倒是比我更像娇肉小白花。伯母，我知道你们都怪我，可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做了那些事。梁家出事以后，我妈病倒了，我爸也被带走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来求你们。伯母，我不求你救梁家，我只求你看在我跟阿杜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让我见阿杜一面。我们现在见到了。他真的很擅长把天聊死。
这么绝情吗？梁家和角色合作时，没想过情。那是我爸做的，不是我。你为什么不信我？梁芷，你回去吧，这件事裴家帮不了。不对，他今天不是来求情的。梁小姐，你包挺好看啊。宁瑶，都是你害的，去死吧！去死吧！放开我！你看，要这样哭才自然。有没有伤到？没有。报安保队。裴度，你真的一点都不念旧情。我念了，所以你才能站在这里。不，现在是趴着。裴总，你也蛮幽默的。明耀，你以为你赢了吗？裴家根本接受不了你这种人。你以为裴夫人真的会让你进门？她怕你，她嫌你，只是不敢说。梁芷说的没错，裴夫人怕了，也很难接受我。她想要的是温婉贤淑、门当户对，能陪裴度出席宴会，也能替裴家撑台面的女人。而我除了会打架，没有一点符合她心目中儿媳妇的要求。明优，今天的事，谢谢你。以前是我对你有偏见，裴家这些年讲体面、讲规矩，讲得太久了，有时候反倒看不清人。良知在我眼皮底下长大，我都没看清他。你刚进门，我却先嫌你。没事，你也没嫌错，我确实不太像正常豪门儿媳妇。阿姨，对不起啊，桌子又被我弄坏了。罢了，桌子坏了就坏了，人没事就好。阿姨，你这话说的越来越像我爸了。吃饭吧，菜都凉了。多吃点儿，你都瘦了。那天以后，裴夫人对我的态度真正缓和下来。插花能陶冶情操，让人心境平和。你今天就试着插一盆，我看看你的悟性。好嘞，阿姨，这个我熟。怎么越看越像祭坛呢？阿姨，您看，我用红玫瑰代表热血，剑兰代表义气，中间这个代表坚贞不屈，是不是很有深意？挺有气势。谢谢阿姨，那我以后天天给您插一盆放在客厅。不，插得很好，下次别插了。都说我花插得好，怎么还不要呢？插花就算了，下午有个茶会，来的都是些贵太太，可不能再闹笑话了。这位是王太太，她娘家做的是进出口贸易，脾气有些急，但为人不坏。你以后若是碰见，多听少说便是。这位是王太太，她娘家做的是进出口贸易，脾气有些急，但为人不坏。你以后若是碰见，多听少说便是。好的，阿姨，我记住了。其实王太太家的船队上个月在南港码头因为手续问题被扣了，还是我爸给签的放行牌。还有这位李太太，她最关乎规矩，等会儿下午茶她也会去，你到时候跟着我，切记要端庄。您放心，我今天一定连呼吸都保持在同一个频率。行了，去换衣服吧。那我去准备了，阿姨。豪门人情往来比背帮规还复杂，不过为了能顺利洗白名媛的社交课，我冲了！哎呀，裴夫人，您可算来了，这位就是您儿媳妇吧？各位太太好，
我是明瑶，看着倒真是挺文静的，不像是那种家庭出来的。裴夫人，不是我说，您这挑儿媳妇的眼光可真是独特。裴家这样百年的书香门第，怎么偏偏挑了个背景这么热闹的明家？忍住，明瑶，豪门娇妻生存手册第8条，要大，要包容，不能一拳把他打进红茶杯里。这明家以前在南港，那可是出了名的打打杀杀。明小姐，你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平时不会也喜欢舞刀弄枪吧？这要是传出去，裴家的体面往哪儿放呀？我忍。钱太太，明先生是叫钱大川吧？是啊，我先生最近刚跟外资谈了大项目，怎么了？也没什么，就是我突然想起来，钱先生年前为了周转资金，好像找我爸借了3000万，这利息算下来，下个月就该到期了。钱太太，您回去可得提醒钱先生按时还钱呀。我爸这人脾气不好，要是过了期，他可能会讨个说法。你胡说什么？阿姨，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我只是看钱太太这么在乎体面，好心提醒她一下。没有，你做得很好。钱太太，明耀也是为了你们家好。搞定一个，今天的小白花人设勉强保住。搞定一个，今天的小白花人设勉强保住。明小姐懂的账目倒是挺多，不过这掌管夫家的内务可跟外面的债务不一样。裴家这么大个家族，上上下下100来号人，可不是光靠一张嘴就能管好的。明小姐看着不像是个能操持家务、管得住下人的主啊。管家务，管下人。孙太太说的对，我确实不太会管家务。我就说嘛，这豪门主母可不好当，我也就会管管人。以前在南港的时候，我手底下也就管着个500、600号兄弟吧。他们平时不怎么听话，我就只能用拳头跟他们讲讲道理。其实管人挺简单的，只要把带头挑事的那个打服了，底下500号人自然就听话了。500、600号人打服？对啊，不过我现在嫁进裴家了，一定努力用爱感化歹。我让他学体面，还直接去把人威胁了，不过倒也挺痛快的。你今天又回来的这么准时，公司不忙吗？忙。那你还每天跑回来吃晚饭？我听管家说，你以前都是直接在公司加班吃盒饭的。你不会是怕我趁你不在，把你家给拆了，所以每天回来当监工？你想多了，我只是觉得家里的晚饭比公司的盒饭好吃。信你才管。对了，今天下午茶怎么样？钱太太回去估计要催她老公还钱了，孙太太嘛，可能要做几天噩梦。看来我妈的担心多余了。你妈担心什么？
担心你被人欺负。放心，我有分寸，没把他们打进红茶杯。我不是怕你吃亏，我是怕你为了装得太辛苦，忘了自己是谁。你突然这么认真，我有点不习惯。那以后我多说点。裴度，你不怕我吗？外面都说我能一拳打死一头牛，外面都说我冷血无情，为了利益能把亲戚送进监狱，是个六亲不认的疯子。也是，咱俩半斤八两。所以，疯子和小阎王正合适。明幽，遇见你，让我觉得联姻好像也没那么糟。他这是在表白吗？他在跟我表白。裴度，我也是。即使没有灯光，也想和你燃烧，在你每个午夜清晨，联姻一点都不糟糕，甚至还有点甜。明幽，我们既然已经订了婚，婚礼的事情也该提上日程了。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我想不出来。女孩子不都有梦想中的婚礼吗？教堂、草坪、古堡，或者漫天的白玫瑰，你怎么会想不出来？我是真的想不出来。要不这样吧，咱们也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了。到时候我把我南港那帮兄弟们都请过来，包个大酒楼，摆上100桌，大家敞开了喝，划拳摇骰子。谁要是喝不下去，就按帮规处置。我们俩就直接拎着白酒瓶子挨桌踩箱子喝，多痛快！赢我先干了，你们随意，不干就是不给我南港小天王面子。算了，婚礼的事儿还是交给我来准备吧。行啊，那你多费心了，裴先生。87，出什么事了？大小姐，南港那边乱了，老爷被人扣了。谁干的？新一堂。新一堂？新一堂是这2年才在南港崛起的新势力，平时专接一些上不得台面的灰色活计。以前明家在南港只手遮天的时候，他们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现在居然敢动我爸，背后绝对有人撑腰。新一堂的人放了话，让您一个人回南港去见他们。如果明天早上看不到人，他们就把老爷送去海上喂鱼。报安保队了吗？裴总，南港的事情没那么简单。87，备车回南港。我和你一起去。不用，南港那地方太脏也太乱，不适合你这种正经商人，我自己去解决。明瑶，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是我的未婚妻。南港很危险，那里的人不讲规矩，只讲拳头。我知道，
南港不是你们裴家的地盘，我顾不上你。但那是你的地盘，有南港小阎王在，我有什么好怕的？也是，我的地盘，我护得住你。怎么，不好看？好看。走吧，去打场子。明大小姐回南港了，快去通知堂主！这里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你想象中是什么样的？脏乱、血腥，充斥着暴力，但这里看着跟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南港从来不是一个温柔的地方，这里有最繁华的夜市，也有最深的暗巷，有穿西装谈生意的人，也有藏在阴影里等机会的疯子。我爸年轻时就是从这里一拳一脚打出来的。后来，他想要把明家的产业一点点移到明面上，可很多人还是忘不了过去。他们怕他，也恨他。我没事。你打算怎么进去？走进去。谢了。你以前就用这个，顺手。合法吗？看场合，在南港，这就是法。我现在问这个是不是有点晚了？放心，尽量不搞出人命。哟，这不是明大小姐吗？听说您嫁进裴家去当温室里的小白兔了，怎么着？今天不装了？天天装也挺累的，今天回来活动活动筋骨。天天装也挺累的，今天回来活动活动筋骨。你不害怕？还好。那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我只是在想一件事。什么事？你以前在裴家到底忍得多辛苦？
明瑶，你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明瑶，你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疯。季晋，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还跟在你哥身后，低眉顺眼，像条没长成的狗。没想到几年不见，倒是学会咬主人了。明瑶，少在我面前摆谱，现在的南港已经不是你们明家的天下了。哟，裴总也来了，真稀奇。像您这样身娇肉贵的豪门贵公子，也敢进南港这种地方，就不怕走着进来，排着出去？陪未婚妻回娘家有什么不敢的？既然来了，就一起进来吧。爸，明瑶，谁让你穿这身衣服的？啊？你现在是裴家的娇弱儿媳妇，娇弱儿媳妇能穿黑色运动裤。爸，你清醒一点，你现在是被人绑架了。绑架怎么了？绑架是一时的，人设是一辈子的。万一裴家因为这个嫌弃你怎么办？够了！父女俩当我是空气吗？父女俩当我是空气吗？明瑶，明家占着南港的资源太久了，你们拍拍屁股上岸了，留下来的地盘谁管？留下来的账谁听？凭什么你们能过安稳日子，我们新一堂就得一辈子在泥潭里打滚？所以你就绑了我爸？我只是要一个机会。你爸当年能靠拳头打出明家，我为什么不能？因为你蠢。你说什么？你以为凭你新一堂这几十条枪、几十号人，真的能吃下明家？你以为背后支持你的那个人是真心想扶你上位？你不过是别人手里的一把刀，那个人想用你来探明家的底，顺便把裴家拉下水。等刀折了，他换一把就是了。至于你的死活，他根本不在乎。明瑶，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是不是挑拨，你心里清楚。既然都到这一步了，不如让你背后的大老板出来见你。精彩，真是精彩！明家大小姐果然比传闻中的还要聪明。你认识他？他是裴家二叔，裴少恒。难怪新一堂敢动明家，难怪梁家倒台了，还有人敢在西港项目上作死。原来裴氏集团内部那条想吃回扣、吞项目的线，主谋在这里。裴度，你父亲当年把公司交给你，就是因为觉得你够狠、够果决。没想到你现在为了一个女人，连南港这种地方都敢来。西港项目的事，也是你做的。裴家太干净了，干净就赚不了大钱。我只是想让裴家走得更快一点，站得更高一点。走得快一点，二叔，您是想让裴家走去监狱吗？那条路确实挺快的。明小姐，明家似乎也没资格说这种话吧？南港谁不知道你们以前是做什么的？是没资格，所以我们在改，在努力，想做个守法公民。那你呢？你是准备从干净改成脏的，这可真是逆流而上啊！废话少说，明瑶，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让你的人全部退出南港，明家所有的码头和仓库，从今天起归我们新一堂。明家所有的码头和仓库，从今天起归我们新一堂。别答应，闺女，干他！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在。可以。闺女，你疯了！你答应了，
我答应，但有个条件，你必须先放了我爸。你当我傻？你当然不傻，你只是蠢。哼！报安保队了。忘了告诉你，我现在是守法公民，守法公民遇到绑架，当然要报安保队。大叔，忘了告诉你，我也报安保队。都别动！让我一枪打死他！干他！仓库里光线不好，我和他的距离大概12步。如果是以前，我可以直接冲上去，但现在裴度在旁边，安保队在外面。最关键的是，我爸还在他手里，我不能乱来。民谣，让外面的人全部撤走，否则我现在就开枪打死他！民谣，你打算怎么办？他看起来狠，实际上最怕死，他不敢真的开枪。至少在确定自己能安全逃脱之前，他不敢。行，你别激动，也别伤到我爸。算你识相。小心！去死吧！不许动！安保队！宁伯父，刚才你救我那一下，挺快。应该的。裴先生，麻烦您跟我们回安保局做个笔录。你照顾好明伯父，我去就回。爸，你觉得裴度怎么样？爸，你觉得裴度怎么样？哼，勉强及格吧。以我爸那挑剔到变态的标准，及格已经是非常高的评价了。看来这关是过了。裴少恒被带走后，裴氏内部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而我们明家
也趁着这个机会，正式把南港那边的业务转型为与政府合作的监管项目和正规的安保公司。从此以后，南港再无小阎王，只有守法公民民谣。不准动！猜猜我是谁？我太太。谁是你太太？还没办婚礼呢。反正迟早都是。你刚在看什么？这么入神？你父亲派人送来的南港码头的安全合作方案，说想考察考察我的商业能力。我爸嘴上嫌弃裴度，说他勉强及格，背地里却巴巴的把合作方案都送过来，还美其名曰考察女婿的商业能力。你真打算跟我爸合作啊？嗯。你不怕？怕什么？怕我爸坑你啊！他那个人精得跟猴似的，做生意从来不吃亏。万一他在合同里给你埋了什么坑，把你卖了你都不知道。他不会。为什么这么肯定？他都把最心肝宝贝的女儿交给我了，怎么会给我挖坑？对啊，我怎么没想到？明瑶，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裴度，婚礼的事，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我忽然有点想穿婚纱了。随时可以。我的新娘。微笑时嘴角上扬15度，步伐要轻缓，眼神要温柔。豪门娇妻生存手册。明天的婚礼上，我想给你一个最温柔的新娘。不用。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温柔不了？不，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你做自己就很好，不需要为了任何人改变。裴度，你真好。一个吻可不够。什么事？少爷、少夫人，明先生来了。来来来，抬进来。明伯父，闺女，来，快看看爸给你准备的嫁妆。爸，这么多。这算什么？真正的嫁妆在这儿呢。南港码头3号仓库所有权，明氏安保20%的股份，城西那块刚拍下来的地皮。爸，你这是把半个明家当陪嫁了。我明征的女儿出嫁，能寒酸？可你不是说我们要低调吗？低调和有钱不冲突。亲家来了，快坐。正好我也有份礼物要给明妖。这是裴家传给儿媳妇的，你收下。以前
我总觉得裴家需要一个规矩体面，能在社交场上为家族增光添彩的儿媳妇。后来我想明白了，规矩体面救不了裴度，也救不了裴家。上次在南港，如果不是你，后果不堪设想。明瑶，以后裴家就交给你了。谢谢妈。你喊的倒挺顺口。明先生似乎不满意。没有，亲家母说的对，说的太对了。看见没？我爸这辈子最擅长的技能就是识时务，尤其是在比他强势的女人面前，认怂的速度比翻书还快。I've been waiting my whole life to stand here dressed in white, only for you. I have dreamed 1,000 times of walking down the... 不是，请你们俩干嘛？大小姐，没想到您这么快就要嫁人了。是啊，想当年大小姐带着我们单挑13堂的时候，多么威风！我现在居然穿上了裙子。明小姐，这2位是您的亲戚吗？算娘家人，感情真好啊！我见过那么多新娘，娘家人哭成这样的还是第一次。大小姐嫁人了，以后谁带我们去看？大小姐嫁人了，以后谁带我们去看日出？他是说以后谁带我们去看日出？他们俩比较感性。明小姐，妆已经化好了，那我先出去了。准备好了吗？婚礼要开始了。奇怪，只是结个婚而已，我怎么手心都出汗了？害怕？没有，我只是怕出意外。你知道的，我仇家很多的。放心，不会的。今天所有安保都是我亲自安排的，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好吧，我收回刚刚说的话。女士，请止步！明瑶，明瑶，你害了我全家！放开我，我要找他算账！女士，请您配合离开。他是谁？良知的母亲。明瑶，你这个贱人！明瑶，你害得我们梁家家破人亡，凭什么你还能在这里风风光光的嫁人？处理掉，别影响婚礼。毁了我女儿，我也要毁了你的脸！明瑶，你去死吧！今天是我的婚礼，不能拆场地，不能吓到宾客，不能让玫瑰花墙倒掉，最重要的是，不能弄脏这身婚纱。
闹够了吗？明瑶，你不得好死，你会有报应的。梁家是你们自己毁掉的，你女儿一次又一次的害人，也是你们一次又一次纵容出来的结果。你现在来闹我的婚礼，除了让你女儿成为笑柄，没有任何意义。手疼吗？刚才那么用力。不疼。那婚礼继续。不行！不行！闺女，你要是后悔了，爸现在就带你走，咱回南港，没人敢拦。爸，你别闹。裴度那小子要是敢欺负你，你就回家，爸养你一辈子。他打不过我。也是。我女儿养的娇弱，你以后要多让着她，听到没？岳父放心，小婿记住了。抱歉，让大家受惊了。婚礼继续。裴度先生，您是否愿意娶民瑶小姐为妻？无论富贵贫穷。第一次见他，我努力把自己伪装成一朵风一吹就会倒的小白花。哎呀，结果第一天就用力过猛。裴先生，我有点头晕。看出来了，你晕的挺有力气。现在想想，那样也挺好的，至少他从一开始见到的就是那个最不像样、最不体面，也最真实的我。民瑶小姐，您是否愿意嫁给裴度先生为妻？我愿意。新郎现在可以吻你的新娘了。我宣布，结婚是世界上最累的体力活，比打群架还累，而且还吃不饱。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个？婚宴上这盘菜一上来，你看了他3次，眼睛都快粘上去了。裴度，嫁给你挺好的，只是挺好，非常好。等等，怎么了？你为什么在婚礼上接瓶子接的那么熟练？裴先生，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练过？为了以防万一。好啊，原来不只是我在装娇弱。裴太太，新婚之夜，我们要不要聊点别的？什么？裴度，你太坏了！闺女嫁进裴家也有一段日子了，也不知道娇弱人设到底维持的怎么样。明老爷，小王啊，最近我们家明耀在裴家表现的怎么样？明老爷，不是我夸，少夫人现在走路慢悠悠的，
说话细声细气、娇滴滴的，跟以前简直判若两人。看来闺女真学进去了。那裴度对我闺女怎么样？少爷对少夫人啊，那叫一个上心。少夫人说渴了，水立马端到跟前；少夫人说句饿了，少爷立马亲自下厨。有时候半夜1、2点，我们还看见厨房的灯亮着呢。您猜怎么着？少爷在给少夫人烤鸡翅。好啊，娇妻手册第3条就是要让男人心甘情愿伺候。我闺女这是学到精髓了。行了，我知道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我那本手册简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看看我闺女这姿态，这神情，这被人伺候的架势，活脱脱就是个豪门娇妻。爸，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闺女。不得不说，你现在真是越来越像个豪门娇妻了。是吗？是挺像的。今天上午，他刚帮裴氏谈下一笔跨国收购，对方董事长哭着在合同上签的字。你存心的吧？我好不容易在我爸面前建立起来的娇妻形象，你一句话就给我拆了。下午还去明氏旗下的安保公司，对新来的教练员们进行了一番亲切友好的实战指导，训练了2个小时。训练？你跑去训练了？饭后运动有助于消化。我给你的那本手册呢？你是不是都忘了？喏，那儿呢？孺子不可教，不可教也。少夫人，孙太太和钱太太约您下午3点喝下午茶，要不要推掉？不推，我准时到。是。让厨房备些点心，别太少。明白。还是按您上次的量，先备3斤。还是管家深得我心。很好，妆容、服饰、仪态全部满足。我现在就是娇妻本妻。裴太太，没让你久等吧？没有，快请坐。哎呀，裴太太，您看着可真是温柔，外面那些传言也太夸张了，竟然说您以前是南港那个什么小阎王，都是误会。我现在已经很少亲自动手。我太太就是爱开玩笑。原来是这样，裴太太真是幽默。我就说嘛，裴太太这么温婉的人，怎么会是传言的呀？黑帮大小姐今天也在努力装娇弱，而且装得非常成功。